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30岁生日这天，我被公司开除了。我的上司为了防止我升职，捏造了并不存在的证据，说我背叛了公司。我走的时候，他还对我极尽侮辱。林丽，就你这样想爬到我的头上，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6个月后，我和被开除的前同事们创立了新公司，并且成功收购了老东家。我看着他惊愕的表情，冷冷一笑。现在轮到蝼蚁审判你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叫林丽，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行业内大名鼎鼎的 X 公司。在这家公司里，我勤勤恳恳干了8年，被派驻到各个项目上，加班熬夜是常态，黑眼圈是标配。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我一路从初级程序员升职到团队 leader。28岁的时候，我谈了一个温柔可人的女朋友，我们计划在我30岁的时候结婚。本以为我的余生都会这样安稳度过，没想到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X 公司是行业内的老牌公司，主营业务是软件开发和人才输送，也就是我们说的人力外包，会把程序员派驻到各家公司内部驻场办公。虽然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份额，但公司内部冗杂的流程和庞大的管理团队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业务的发展节奏。为此，3年前，人力资源部牵头启动了新的人才培养计划，计划从公司外部引进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同时也启动了内部的钱财培养方案。我所在部门的老总赵志斌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从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了。听之前的同事说，他是最早跟着董事长一起创业的开荒牛，一路从行政助理做到如今的位置。他不是 IT 专业，不懂技术，但他很会向上管理，经常会把下属的功劳说成自己的。每个重大项目都要挂名个负责人。董事长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公司创立至今的用人理念一直是能不裁员就不裁员，所以这么多年，尽管他在部门内毫无建树，但是只要没有犯重大的错误，他就可以一直带到退休。但这个潜规则在这几年因为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做了调整。人力资源部在引进人才、提拔公司内部人才的同时，也在做人员精简计划，也就是裁员。去年春节过后，公司各部门就陆续有人离开，同事们都在私下议论，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第一个来找我打听这事儿的是我们部门10年工龄的老员工刘超。林丽，你和人力资源部的宋毅关系不是还不错吗？你偷偷去打听打听呗，问问我们部门的裁员名单。我打断了他的问话，超哥，名单都是保密的，再熟也不可能告诉我啊。刘超看从我这里问不出东西来，自言自语说道，我可不能被开除啊，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每个月还有这么多房贷呢。再说我这年龄出去了也不好找工作，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我没有再回应刘超，心里想的都是今天下午宋毅把我叫去会议室谈话的事情。林丽，今天和你的谈话内容涉及人事调整，在没有正式公布前需要严格保密，你清楚了吗？我点点头，他看着我轻笑了一下，恭喜你，林丽，你要升职了。宋毅是我的女朋友，这件事情在公司里没人知道，我们在公司一直很低调，
但是有次下班后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恰巧被刘超撞见了。不过当时我们大大方方地和他打了招呼，解释吃饭是为了感谢他之前在工作上给予我的帮助。刘超是个老实人，没那么多心思，也就没往这方面多想。但是宋毅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就一直在问我之后的计划。丽，你说我们如果结婚了，根据公司规定，一定要有一个人离开公司了，不如趁现在，我去看看外面的机会。宋毅眨巴着眼睛看着我，我笑了，傻丫头，要走也是我走啊，你在这里做得好好的，稳稳定定。我在公司8年了，如果明年还不升职，我就跳槽去其他公司，再不行，我也可以创业。你知道我下班之后一直在做的那个项目？宋毅打断了我，最近公司不是在做人事调整吗？你可以再等等，没准还有机会。林丽，林丽，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啊？思绪被刘超的声音打断，我点点头，示意我都听到了。那你记得啊。说完，他回到了座位上，而我也开始继续工作。过了会儿，手机上传来了宋毅的信息：丽，后天就是你生日了，我订了一家很棒的餐厅。我微笑着回了个好，拿出了包里早就准备好的钻戒，心里无比期待后天的到来。生日当天早上，我刚到公司，就被赵志斌叫去了办公室。林丽，你好好给我看看，这都是什么？他朝我扔了一沓文件，我拿起来一看，都是我一个项目的客户核心系统的资料。昨天晚上，我接到内部匿名举报，说你涉及盗取客户核心资料，证据确凿，你被公司开除了。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赵总，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偷的？赵志斌看着我，林丽，是不是你偷的？重要吗？什么意思？赵总，他大笑了几声，不自觉挺了下自己的肚子。林丽，就你这样还想爬到我头上？我跟着董事长那么多年了，就你这点小心思，我一眼就能看穿。你以为人力资源部安排你升职，你就能升职了？我告诉你，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赵志斌让我出去收拾东西走人，并且叫了公司的保安盯着我收拾东西。他在办公室大声宣布，林丽因为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被公司开除了。同事们听闻，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刘超更是直接站起来，想过来和我说点什么。我对他眼神示意了下，他一脸震惊地坐下了，而我接着埋头收拾东西。赵志斌继续在那里提高音量，对着保安说：“你们都给我看好他，这个人手脚不干净，喜欢偷东西。”说完，又走到我身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林丽，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你就是个废物。”当天晚上，我如约去了宋毅提前预定好的餐厅。丽，对不起，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提前收到通知，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我看着他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摸了摸他的头，没事儿，这不怪你。就算你知道了，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也是不能告诉我的。那接下来怎么办？你想好去哪儿了吗？宋毅一脸关切地问道。还没想好，不过我有点好奇，他是怎么拿到那些资料的？我做事一向谨慎，这些核心系统的资料只有我的电脑里有，我平时去哪儿也一直随身带着电脑。丽，别想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先吃饭吧。宋毅打断了我对话，往我碗里加了我最爱吃的虾。我看着一桌的菜，手下意识地去摸了在包里躺着的钻戒盒。本来是计划今天向宋毅求婚的，现在这种情况，我正在思索。刘超来电话了，兄弟，我被裁员了。刘超，
约我出去喝酒。我把宋毅送回家之后，就去找他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喝得意识不清了，在那里一边喝一边哭。看到我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开始哭。HR 说我这几年绩效很差，所以把我开了。可是我的绩效排在后面，那也是因为赵总给我打低分啊，就为了把部门里那几个他的亲信排前面。刘超的情况其实我也有了解一些。年初部门谈工作计划的时候，赵总给了他几个重点项目，说要好好培养他，但是其实项目本身都有一定难度，所以刘超那会儿特别拼命。等到他把前面的硬骨头都啃完，项目进展到80%左右的时候了，赵总就又给他安排了无足轻重的新项目，同时把他之前负责的重点项目全都移交给了他的亲信，美其名曰给新人一些锻炼的机会。也因为这样，几次之后，刘超备受打击，工作态度也有所懈怠，开始混日子。说我混日子，部门里那么多混日子的人啊，就说赵总，他自己呢，每天上班就喝咖啡，下午经常不见人影。你说我们公司的裁员标准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是我啊？刘超又哭着说了很多话，最后喝得不省人事，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用他的指纹解锁了手机，给他老婆打了电话，简单说了情况。他老婆来接的时候，我看到他挺立的肚子，本来想说些什么的，最后什么也没说，帮忙扶他上了车。回家的路上，我想着刘超说的那些话，心里也有些不平静。想到自己为公司付出的一切，想到自己的境遇，想到下午赵志斌那副可恶的嘴脸，突然觉得我得做点什么。我给宋毅打了电话，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要公司最近开除人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你要这些做什么呀？我不能直接给你他们的联系方式。没关系，只给我名字也可以。那个当天离职的人都会在次日0点被自动清理出钉钉群，要不你自己查查记录，看看最近的。好，我不想为难他。看了下时间，现在是晚上22点07分，距离我被移出群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小时。对不起，没能帮到你。宋毅的声音听着充满了歉意。没关系，我理解你，你好好工作，别担心我。挂了电话，我开始查最近被移出的人员名单。幸好之前有不少因为工作关系都加过联系方式，我很快组建了一个小群，把他们都拉到群里。力哥，怎么说？是有什么想法？兄弟们，我知道大家最近都被裁员了，开门见山，我有一个计划。我和大家简单说了我的计划，把群名改成了蝼蚁行动，时间刚好是0点，我被移出了公司群。我轻叹了一声，没想到我的30岁生日过得如此难忘。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原本打算求婚的女朋友宋毅，此刻正和别人在一起。斌哥，林丽今天问我要了最近裁员的名单，我没给他，但是我担心他会有所行动。宋毅依偎在赵志斌怀里，表情略微有些不安。宝贝，你怕什么啊？他这么多年都是这副窝囊样，我看他还能翻出花来。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此刻他们也不知道，半年之后我会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归来，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第二天，刘超酒醒后又给我打了电话。兄弟，你来真的？创业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你还不如安安稳稳再找一家公司。以你的背景，就算当不了经理，做个主管肯定是没问题的。超哥，我想好了，其实也不算是一时兴起，
我从1年多前就有创业的打算，也开始用业余时间研发，只能说是赵志斌推了我一把。我略微停了一下，群里其他人都愿意和我一起创业，就差你没回复了。你怎么想的？刘超沉默了一会儿，干就完了。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我的新公司是做 AI App 的，我计划用 AI 去辅助完成一些基础的人力、行政和简单的编程类工作，这样可以释放一些基础岗位，从而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但是最初我的规划并不是这样。没错，这个项目是针对 X 公司特别改的。一旦企业开始更广泛的使用 AI 工具，那么以人力输出为核心业务的 X 公司势必也会因此遭到打击。我很快完成了公司注册、租办公室等前期准备工作，边研发边找投资人和客户。刘超负责外联工作，主要帮我去洽谈客户，而我负责核心的研发工作。前2个月，为了让 App 尽快上线，基本上我都睡在公司。期间，宋毅问过我几次公司的事情，都因为太忙了，没有和他解释。当时想着等公司顺利融资了，再给他一个惊喜。好在辛苦没有白费， App 研发的进度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内部测试版的小样已经完成了。等再拿到一些公司的测试数据之后，资金到位后，就能顺利开发上架了。刘超那边也捷报频传，有不少公司在和刘超通过电话后，都表示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有合作意向，可以进一步沟通。这也给了团队很大的信心。兄弟，明天上午信通公司约了我们开会，介绍我们的产品，你别忘了哈。刘超坐在我办公桌对面，材料都准备好了没啊？早准备好了，你还操心这个？我从抽屉里拿出装了资料的 U 盘，轻轻晃了下，万无一失。今晚我就睡在公司了。他笑了笑，行，那我一会儿去你家给你拿套西装送来，明天穿正式点。晚上给你摆庆功宴。刘超说的信通是行业内的龙头，也是第一家正式邀请我们去开会的企业，这是我们的重要城池，所以我决定亲自去谈。如果能成功拿下，公司每年至少有几千万的利润。虽然距离收购 X 公司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至少也是前进了一大步。可能是最近连续加班熬夜太辛苦了，我坐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被闹钟叫醒。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刘超不在公司，沙发上摆着搭配好的西装，还有我的 U 盘。我从办公室直接出发，到了信通，很快就被前台带到了会客室等着。不一会儿就有个女生进来，林总好。我是顾总的助理樊瑞，我现在带您去会议室。我跟着他走，没想到从会议室里突然走出2个熟悉的人。赵志斌，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吃惊地看着他和他的助理李志。X 和信通2家公司虽然算不上竞争对手，但是也并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他出现在这里不合常理。哟，这不是林丽吗？你别说，我们还真有缘，这都能碰上。看到赵志斌的瞬间，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一时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我说林丽啊，这么久没见，没想到你还是没变啊。他边说边凑到我身边，低声说，还是那么天真。说完就大笑着和李志一起离开了。你们认识吗？樊瑞问我，我点了点头，但是什么都没有再多说。会议室里坐了6个人，我和顾总简单打了招呼之后，就开始产品说明。我们的大可以和贵司的现有系统做接口，除了使用我们自有的功能以外，
还可以结合贵司的需求做各种自定义的功能升级。我刚讲完公司简介和产品概述，正要翻页继续，顾总突然出声打断了我：“请等一下。”顾总看了我一眼：“林总，我有个问题，这个 App 是你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吗？”“当然，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自研的。我筹备了1年，花了3个月的时间研发。”还没等我说完，坐得离我最近的一个中年人就打断我了：“林总，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居然是个惯犯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一脸不解，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他冷笑了一声：“什么意思？刚才你的前老板赵总和我们介绍完他们公司研发的新产品，顺口提了一嘴，说前不久开除了一个偷客户资料的员工，不知道还有没有偷别的东西。没想到他说的人就是你啊！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偷任何东西。”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然而下一秒，他就把一份 PPT 的打印稿扔给我，用极其嘲讽的语气说：“要不林总自己看看，到底偷没偷？”我看着这份材料，封面上写着 X 公司 AI 新产品说明，署名赵志斌。我不自觉睁大了眼睛。打开内页后，我更加震惊，除了公司名称、公司介绍和字体配色之外，核心产品的内容介绍简直和我们公司的产品介绍一模一样。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想不明白，这个虽然是团队一起研发的，但是核心的数据以及今天的汇报材料都是我这1年多来亲自负责的，不可能外泄，更不可能会落到赵志斌手里。林总，顾总低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樊瑞，送一下林总。从信通大楼出来，我整个人都还是懵的。我想不通，事情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就在这时，公司的同事打来了电话：“林总，结果怎么样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团队期待了很久的合作，只轻声嗯了一声。同事可能误解了，以为搞定了，接着说：“太好了，林总出马，果然拿下。对了，有件事情要和您汇报一下。超哥他今天没来公司，我们也没人联系上他。一会儿我们不是还要去庆功宴，刘超还没去公司，那他是什么时候给我送的西装？”我回忆了下从昨天晚上断片到今天早上刚醒来的画面，直到我想到了放在西装旁的 U 盘，可我记得我是放在抽屉里的。就在此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像有根弦断了，我一时心里五味杂陈，想着不可能，绝不可能，可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林总，您没事吧？我强压着自己的情绪。没事，我给他打电话，你们先去吃饭，等我消息吧。挂了电话，我给刘超打电话，他没接，我去他家找他，他不在家，是他老婆开的门。嫂子，超哥他没在家吗？林丽啊，超说他和你们去吃庆功宴了啊？怎么，你们不是一起去的吗？我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嫂子，怕说了不合适的话刺激到他，于是借口说我刚从别的地方回来，想顺道来家里接他一起去。嫂子，那我先走了，你保重身体。从刘超家里出来之后，我的心情又沉重了一些。我给公司小伙伴电话简单说了超哥病了，然后今天没谈成，但是考虑到大家最近都很辛苦，虽然不是庆功宴，就当是团建公司报销，也找了借口说自己还有别的事忙，就没去了。小伙伴们都比较单纯，也没再多问。回到家里，我瘫坐在沙发上，开始一点一点想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刻，我就算再不想承认，心里也明白，
大概率是刘超趁我睡着了的时候偷了 U 盘给赵志斌，然后再若无其事地放回来，让毫不知情的我第二天直接损失大客户。可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更想不通的是，自从上次被赵志斌污蔑之后，我做事就格外小心。U 盘里的文件我加了密码，也没有告诉超哥。就算他拿到了 U 盘，可他又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就在这时，宋毅的电话来了。丽，很久没见你了，我好想你，晚上能去你家找你吗？我现在就在家。我十分沮丧地说，你现在能来陪陪我吗？宋毅很快就来了。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了？他轻轻抱了抱我。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我的怀疑简单的和他说了。他一脸震惊，怎么会是超哥呢？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明他知道赵志斌是什么样的人。而且还有一件事我更想不通，我看着宋毅，他怎么会猜到密码是我们的交往日呢？宋毅愣了下，马上捂住了嘴。丽，你居然用这个做密码？他停顿了下，会不会是你说漏了嘴，或者是他自己不停瞎猜，然后碰巧蒙对了？怎么可能？6位数的密码，怎么可能3次就猜中？你怎么知道他猜了3次？宋毅一脸不解地看着我，因为当时我还加了个程序，为了防止核心数据泄露，如果输入3次密码不对，系统就会自动将数据传送到我的云盘，同时删除本地的文件。我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我没有收到提示信息，那就说明他在3次内就输对了密码。原来是这样。宋毅陷入了沉思。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我猜刘超短期内应该都会躲着不见我，所以我只能从赵志斌那边去查，毕竟他跑不了。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宋毅把头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丽，要不算了吧，就当倒霉，我们换一家公司合作吧。我不想一直这样倒霉，我要查清楚这件事。宋毅看我态度非常坚定，没有再说话。第二天，我如常去公司，刚准备和大家说刘超因为身体原因最近要休息一阵子，就接到了 HR 转发的刘超的辞职信。当时因为信任，和他的合同没有约定解除的附加条款，也没有让他签署竞业协议或者保密协议。他在这个时候辞职，让我心里对他的怀疑又多了几分。但我内心依旧不想相信，认识了8年的同事，并肩作战几个月的战友，我的好兄弟，一夜之间会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选择出卖我。我调整了下心情，把他的工作分配给了别人，同时也交代了一下最近我会研发新项目，公司其他人继续跟进这样的日常开发和运营。安排好这些工作之后，我去了 X 公司。我没想到的是，在赵志斌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此刻我最想见的人。林丽，你怎么来了？刘超避开了我的眼神，转头看了眼赵志斌。赵总，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出去工作了，别走啊。超，难得林丽回来看你，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怎么见面就要走啊？我心里特别难受，没有理他，还是看着刘超。超哥，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刘超还是不敢正视我。赵志斌笑得更猖狂了。林丽啊林丽，你还真敢想啊，以为做个就能搞垮我们公司，搞垮我，怎么样？被自己好兄弟出卖的感觉爽不爽啊？其实用不着赵志斌告诉我，当我看到刘超的那瞬间，我就已经接受了之前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我只是不明白，告诉我为什么？我追问刘超。刘超缓缓抬起头，眼底泛起了一些湿润。林丽，
真的对不起，我和你不一样，你一个人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了，需要稳定的收入。我跟着你创业，朝不保夕。我不年轻了，为什么帮他？难道你忘记了赵志斌之前是怎么对你的了？赵总他开给我的条件很好，他不但去和公司特别申请，用人才引进的方式让我回来，职位和待遇也都提升了，给我配了3个人，还分了几个重点项目让我亲自带。林丽，我真的没办法，对不起。刘超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低下了头。听刘超说完这些话，我心里也五味杂陈。虽然他的行为违法，也不道义，但我现在手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且赵志斌开出的条件确实诱人，他的选择也情有可原。换了是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本来我只想来找赵志斌要个真相，现在的场面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对。沉默几分钟后，我心灰意冷地朝着办公室门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眼刘超，还有一件事想问你，你是怎么猜到密码的？什么密码？刘超疑惑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装出来的。但是还没等我问明白，赵志斌叫来的保安就把我轰出楼了。难道他不知道密码？我站在风里，觉得事情好像并非完全是我认为的样子。手机在此刻响了一下，是刘超的消息：兄弟，这事儿是哥对不住你，希望你能看在嫂子和孩子的面子上放哥一马。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还有你说的什么密码，我是真不知道。回想到刚才我问密码的时候，刘超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撒谎，但是除了他，还有那个刚毕业没多久、刚来公司的助理李志，只可能是赵志斌，但是就更不可能了。赵志斌怎么可能会知道我和宋毅的交往日？突然，我脑袋里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好像瞬间炸开了，我心里没来由的慌乱起来。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打电话。喂，哪位？林总吗？你好，我是信通集团的樊瑞，您还记得我吗？我记得，你是顾总的助理，你找我有什么事？有些事我想约您当面聊，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看了下时间，1小时后。你公司附近选个地方，选好通知我吧。挂了电话，我轻叹了一口气，该面对的，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和樊瑞约在他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是顾总让你来找我的，是要追究上次那件事吧？我想不到他会找我的其他理由。不，是我自己想找您的，顾总他还不知道。我想先找您聊聊，再和他汇报。樊瑞坐在我对面，一脸真诚地看着我。樊小姐，请说吧，想和我聊什么？林总，真正抄袭的其实是那个赵总吧？我惊讶地听他说完这句话，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整整2天了，我的女朋友、曾经的好兄弟都在告诉我算了吧，放弃吧。我万万没想到，真相会从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嘴里说出来。此时此刻，心里的震撼程度不亚于刚才看到刘超时候的反应。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心情。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天汇报的时候，赵总说这个项目是他负责的，他告诉大家，他花了几年的时间，讲了一堆他多么辛苦的话。樊瑞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可是 PPT 里和核心产品有关的内容，他一个字都没说，全都是他助理说的，就这么简单。我有点惊讶这个女生的敏锐和聪明。你就因为这个怀疑她？樊瑞轻轻摇了摇头。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还观察到他的助理黑眼圈特别重，一看就是社畜长期加班的结果。而且我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的助理还打了个哈欠，看起来非常累的样子。但是赵总，他的样子看起来精神饱满，尤其是你们在走廊打完招呼，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经常熬夜搞研发的人。樊瑞正视我的眼睛，缓缓地说：相反，林总您是自己来的，没有带任何助理，亲自上场讲解，而且在进入会议室之前您就遇到他了。如果真是您抄袭了他，不可能还能这么镇定自若。还有，您在被告知材料一样时那瞬间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装出来的，更像是真实反应。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是，他停了下，手指轻轻拍了拍自己眼袋的位置，笑了一下。长期熬夜附赠的黑眼圈可是不会骗人的哟。我看着他漂亮的眼睛，压在心里2天的石头突然被击碎了。樊小姐，小时候柯南没少看吧？没错，我看了1000多集，熟悉800多种杀人方法。如果你需要的话，嘿嘿。他调皮的一笑，模仿起柯南的招牌台词：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被他可爱的举动成功逗笑，忍不住笑出了声，但还是轻轻摇了摇头问：为什么相信我？我们明明只有一面之缘，也可能我就是装出来的，就是我抄袭的，可能我昨晚出去通宵娱乐了。因为樊瑞打断了我，一本正经地说：最重要的东西，光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得用心去感受。你看的不少啊，还知道小王子呢。我们俩都笑了起来。我突然觉得我的世界开始亮起来了。其实顾总也是有怀疑的，那个赵总的风评不太好，最后也没有和他合作，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你也没输，还有机会。樊瑞喝了口咖啡。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要复仇。我模仿中二少年的语气，我要让伤害过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他也被我逗笑了，眨着他的卡姿兰大眼睛看着我。那有什么事是我这个名侦探可以帮忙的吗？为什么要帮我？我假装一本正经地问他。他一脸严肃，因为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和樊瑞商量了下，觉得突破口应该在李智这里，他应该会知道 PPT 是怎么来的。我去试着问问他。樊瑞建议我先不要再去 X 公司，我可以再帮你试着约顾总，给你个当面澄清的机会。光澄清是不够的，我得拿出诚意来。于是我们兵分2路，我回公司继续研发啊，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而樊瑞帮我去找李智打听消息。没想到很快，樊瑞就带着李智一起来找我了。力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们公司做的产品，我没想到。李智上来就和我道歉。小智，没事，这事儿不怪你，能不能和哥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U盘是赵总前一天晚上给我的，他知道我记性好，让我熟悉 U 盘里测试 App 的所有功能，然后把这个 App 和 PPT 都改成我们公司的版本，连开发时间都改提前了。我熬夜了1个通宵才搞定的。那密码呢？你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密码是赵总告诉我的。当时打开 U 盘，看到有密码，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报了3组数字给我。第3次的时候解开了，赵总让我把东西拷贝出来，他就又把 U 盘拿走了。我的心跳得非常快，有种呼之欲出的感觉。我强忍住此刻身体一切的不适感，用尽所有力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看了眼李智，你还记得是哪3组数字吗？李智点点头，哥，我记得，分别是。而在他说完之后，
我的心态彻底崩了。第一组数字是我的生日，第二组是宋毅的生日，而第三组是我们的交往纪念日。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同时知道这三组数字的只有一个人。胃里翻江倒海，仿佛下一秒就都要吐出来了。林丽，你没事吧？樊瑞看我表情很不对劲，关切地问。我没事。我强忍着内心的恶心，看着李志。小志，你能帮我吗？哥，能帮你的我都会帮。之前在公司赵总欺负我的时候，都是你帮我解围的，你也教了我不少东西。李志看着我，一脸真诚。只是我不想丢了工作。那你愿意来哥的公司和我一起干嘛？李志抬头，清澈的眼底几乎是没有犹豫的，瞬间就点了头。蝼蚁行动群又添新人。李志虽然刚毕业没多久，但是他很有想法，也很有天赋，很快就融入了大家。之前他不仅做自己的工作，还承担了一部分赵志斌秘书的职能。也许是因为对我的愧疚感，他主动承担了很多公司的行政工作，比如帮大家整理发票之类的。有天下午下班后来办公室找我。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他坐在我的对面，给我递过来一本本子，上面写了一些餐厅地址。这是什么？我有些不解。这是我之前帮赵志斌报销发票，他经常去的餐厅，他每次都是以请客招待的名义。但是哥，他其实没什么客户需要招待吧？我眼睛一亮。你继续说。还有这些。我觉得不对劲，就也记下来了。这些是他以部门名义去采购的办公用品，电脑配置都是最高级的，但是我们实际使用的配置都不对。可是公司报销都有标准，而且资产都需要一一核对入库。哥，你虽然在公司时间不短，但是很多事情你知道的未必有我这个底层的小朋友清楚。什么意思？每个部门总其实都有一些特殊审批权的，走特批的很多报销都是没有标准的。至于你说的入库，入确实入了，但是之前在 X 公司，据我所知，几年才会做一次资产盘点。他停了下，又继续说，我猜其实董事长早就已经发现了，毕竟财报骗不了人，况且还有审计。我也私下问过和我熟的财务小伙伴，最近几年赵志斌报销的金额比前几年少了，我猜董事长应该都私下敲打过了，只不过碍于情面没有明说，反而想通过裁员的方式把这部分账慢慢做平。李志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你说的那个财务小伙伴还能联系上吗？他也被裁了。其实如果不是你，我估计我也很快被裁了。你联系他下，问他有没有兴趣，明天来我们公司面试吧。赵志斌真的是烂透了， X 公司也快被这些蛀虫腐蚀空了，而生活在最底层最辛勤劳动着的如蝼蚁一般的我们，也即将发起属于我们的全面反击。我和宋毅在这段时间内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为了防止他起疑心，我告诉他我订了一家高档的餐厅，最近公司很顺利，这段时间太忙了，忽略了你，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他电话里的语气听起来充满了开心，因为我选的日子是我们交往的纪念日，他应该会以为我会在那天和他求婚吧。樊瑞帮我约到了顾总，我带着修改后的材料和诚意去了顾总的办公室。2个多小时后，顾总终于接受了我的合作方案。我会和上次开会的部门总再说明一下这个情况。他顿了下，小瑞没有说错，你确实是个很优秀的人，很期待你们的产品上线。
我带着好消息回到公司，小伙伴们都高兴坏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合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而好消息还不止这些。顾总通过自己的人脉，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别的大企业客户。有了顾总和信通的背书，资金到位后，我们的大很快就正式上架了。我想，消息很快就会传到赵志斌那里，再让你最后开心几天吧。我通过顾总的关系联系了给公司做审计的高级合伙人，并和他简单说明了情况。很快，他们就成立了特别小组，去 X 公司查这几年的账务和流程。于是，没多久 ，X 内部经历了一场大震荡，股价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赵志斌和其他几个部门总一样，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内部处罚。与此同时，我们公司又推出了第二个针对 C 端个人用户的 AI， 核心功能是帮助大家提升工作效率，把大家从事务性、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做更多需要创意、创造性的工作。App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好评，很快就冲上了免费 App 榜单的第1名。我们也因此收到了多家投资公司的投资，于是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奇迹般的成功上市，成了业界的神话。同时，也正式启动了收购 X 公司的计划。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快要成功了。在去 X 公司的时候，我带着公司所有员工，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里被裁的。这一次，没有保安的阻拦，也没有赵志斌的大呼小叫，迎来的是他满脸惊愕的表情。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来做什么？是要打我吗？他整个人不自觉地往角落里靠。赵志斌，你还记得我们都是谁吗？大家在他面前一字排开，逐个说了之前自己的部门、职位和名字。我们都是你曾经最看不起的蝼蚁，在最底层，每天做着重复的最基础的工作，没有希望，看不到自己的未来，随时会被公司抛弃。我看了眼已经退到角落，身体微微颤抖的赵志斌，冷冷一笑。但即便是最不起眼的蝼蚁们，也有自己的价值。现在轮到蝼蚁审判你了。李志也上前了一步，看着他说，我会去举报你窃取公司的商业机密，等着坐牢吧。你没有证据。赵志斌声嘶力竭地大吼道，我有证据。刘超站在门外，远远看了我一眼，我有证据。那天你让我去偷林立 U 盘的时候和我说的话，我都录音了。刘超，你个狗东西，你过河拆桥，我倒台了你也没好下场。你告我你也得一起进去，等你出来，你这个年纪还有案底，以后能找什么工作啊？超哥，我打断了赵志斌的疯吼，谢谢你，我等你回来。刘超的眼睛瞬间红了，赵志斌的眼睛也红了，他终于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带着哭腔说，可我还是想不明白，顾总他为什么会相信你？我明明已经做到那个程度了。我看着他扭曲成一团的油腻表情，和他那连西装都快塞不下的肚腩，此刻像一滩被人玩坏了的烂泥巴，冷冷一笑。因为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宋毅今天的妆容很精致，穿着得体，坐在我对面，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如果是半年前，我一定会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我会用自己的一辈子爱他、呵护他，给他幸福和快乐。而此刻，当他把手搭在我的手上，像过去那样轻轻触碰，我果断抽开了。你怎么了？我有话想和你说。我准备好了，你说吧。宋毅眉眼间都是笑意，心里想的一定是上市公司总裁夫人的剧情吧。你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傻瓜，我怎么会不记得呀？今天是我们交往的纪念日。没错，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我停顿了一下，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宋毅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兴奋，声音也故意扮起了天真。是什么惊喜啊？闭上眼睛，我扶着他，一步步走到落地幕布前，可以睁开了。他看到满地的玫瑰，忍不住捂住了嘴。亲爱的，你是要和我们一起看段影片吧？宋毅应该以为此刻屏幕上会投放出我们过去甜蜜的片段，然后我们的亲友从屏幕背后走出来，送上鲜花和祝福。求婚场面不都是这样的吗？我强迫自己陷入他的小剧场，体验他的感受，直到我被他尖锐的叫声唤醒。林丽，你疯了吗？屏幕上播放出他和赵志斌不堪入目的画面，他的娇嗔声此起彼伏。疯了的是你吧，宋毅。宋毅没想到自己迎来的是这些，大叫之后疯狂去找开关，想要关了投影，发现找不到时，他过来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小腿。林丽，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语气冰冷，只说了3个字：为什么？宋毅看出了我决绝的态度，擦了擦眼泪，开始一句一句告诉我原因。我之前工作上有个重大失误，本来要被开除了，是赵总替我求情我才留下的。那段时间你特别忙，他对我嘘寒问暖，刚开始我一直拒绝，但是后来林丽你只想着工作，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他承诺只要他在，就可以让我升职，一直留在公司。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心如止水地听完他说的话，然后默默转身离开。林丽，为什么你能原谅刘超，你就不能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吗？宋毅冲着我的背影大吼。我停下了脚步。那你和赵志斌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笑着商量怎么打压我，将我踩在脚下的时候，有给过我机会吗？我没有回头。几天后，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宋毅从公司离职。丽，你说，我们如果结婚了，根据公司规定，一定要有一个人离开公司了，不如趁现在，我去看看外面的机会。宋毅眨巴着眼睛看着我。李蛙，我真羡慕他。等下，我怎么听说他好像和那个赵总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啊？真的假的？我要吃瓜。他终于实现了他曾经的梦想，总有一天，我要成为公司里连茶水间也会被谈到的焦点。喂，你在想什么呀？樊瑞用手在我眼前拼命摇晃。你该不会是在想前女友吧？在说什么呢？顾同学，我假装生气，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呀？他问我，知道什么？他出轨。喂，樊瑞也假装生气，在现任面前提前任，你会多一个前任。好好好，不逗你了。我看着他笑了下。你是想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你是顾总女儿这件事的吧？对呀，我肯定没说过，公司上下也不会有人说。他陷入了沉思。那么请名侦探小瑞猜猜看，我是怎么知道的呀？我看着他认真思考的样子，忍不住又笑了。猜不出来。他撅嘴，开始撒娇。你快告诉我吧，是那天和你爸汇报方案的时候，我直接问他的。樊瑞睁大了眼睛。可是为什么你会猜到？因为我打开他的手，摘下了放在桌上事先准备好的玫瑰花，里面放了我特意定制的求婚钻戒，轻轻地放在他的手心。最重要的东西，光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得用心去感受。所以，顾樊瑞女士，准备好做我独一无二的玫瑰了吗？
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